顶流直播澄清我俩绯闻，我躲镜头外偷听，谁知不小心被桌脚绊倒，一个滑铲，单膝下跪。上一秒他还对着镜头感慨，宿敌就是宿敌，是不可能。下一秒他视线下移和趴在地上的我四目相对，瞬间眼神一变，脸颊染上红晕。你是在和我求婚吗？别问了，我愿意。当晚热搜头条变成井号沈继川，娱乐圈恨嫁第一人井号和顶流沈继川外出被拍，现在营销号都在传我俩偷摸恋爱。重磅新闻，顶流被曝恋爱对象竟是过气女星，我气得掀桌。无良营销号骂谁过气呢？随着热度直线飙升，我久违的登上了当日热搜。井号沈继川恋情，井号沈继川万年单身汉疑似脱单，井号我哭笑不得。明明是两个人的绯闻，我却不配拥有姓名。但随着事件发酵，不仅热度居高不下，反倒向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起来。沈继川的粉丝们顺藤摸瓜，不仅认出沈继川的绯闻对象是早已糊出18线的过气女星我周晶怡，还在网上找到一段我们大学时代的表演课视频。那是一段轻功剧，我隐约记得当时期末结课，我和班里的倒数第一想不出作业，一度以为自己完蛋了。我作为倒数第二，和他无助地抱在一起痛哭。沈继川黑着脸将我们拉开，最后颇为好心的在完成自己作业之余，客串帮我们排练。没想到这门课居然破天荒的拿了优秀。表演内容大致是，男主皇帝因听信皇后一派谗言，冤枉女主父亲，女主拖着刚刚小产的样体去求情，不仅被皇帝扇倒在地，还意外得知自己一直只是皇帝白月光替身的消息。不过皇上不是沈继川，他扮演在皇上旁边包核桃的太监。全段20分钟，他除了扶我花了半分钟，剩下19分钟30秒全在包核桃。可就是这半分钟，居然让热心的吃瓜群众磕出花来了。只有我从沈公公的眼里体味到1分不忍，2分克制，3分心疼，4分爱意吗？比孙答应和狂徒、林黛玉和伏地魔还要邪门的 CP 出现了。演皇上的是男星陆江吗？原来从前演技就不好啊，还不如一个公公眼里有戏。前面的我们沈哥只是演了个公公，不代表他就是公公。所有人秉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理，短短几个小时，热搜又变成了井号沈继川周晶怡神经 CP 井号沈继川周晶怡好邪门的 CP 井号。好消息，在这段绯闻中我终于拥有了姓名。坏消息是和自己从小到大的死对头。更有甚者，扒出了沈继川1年前发的一条微博。其实沈继川不常营业，除了作品宣传，很少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那天2家人聚餐，他摊杯上头发了张黄昏的照片，鲜花、夕阳，还有一个躲在角落不甚起眼的女孩影子。眼尖的网友们瞬间炸了，纷纷猜测照片里的女孩是谁，转帖量和评论数突破100万，微博把帖子都推送到了我手机上。我心照不宣地认出影子是我。你有病啊，莫名其妙发什么非主流照片呢？我有些无语，键盘敲得噼里啪啦。他贱嗖嗖的回，语气云淡风轻，恶心你。最后结束这场猜测的是新晋小花傅熙。傅熙是沈继川上一部剧的搭档女主，男帅女靓，互飙演技，让两人的川流不息 CP 一度火成现象级。沈继川的帖子热度居高不下，讨论度最高的时候，傅熙突然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了几张照片，相同的元素，夕阳、鲜花，还有照片里笑得鲜活的漂亮女孩。一瞬间，所有猜测销声匿迹，照片中的主角是谁，这件事仿佛不言而喻。傅熙的空降让网友们梦回那年暑期，再次陷入磕 CP 的狂欢当中。不过当初沈继川发的照片是一张侧脸照，照片中的我驼峰鼻颇有辨识度，而傅熙的鼻子是小巧精致的小翘鼻。由于今天沈继川的绯闻女友一经曝光，细心网友将傅熙的侧脸写真照与之进行对照，才发现2张侧脸的轮廓完全不一致。一时间网上众说纷纭。这个猜测被网友发掘出来后，关于我的词条都增加了好多曝光量。有磕我和沈继川 CP 的，有因为傅熙冒领为我愤愤不平的，但基数最多的还是川流不息的不理智 CP 粉对我大肆辱骂。我瑟瑟发抖，过气太久都快忘记被人追着骂是什么感觉了。我犹豫了片刻，点开沈继川微信试探问，昨天的事情你不澄清一下？过了几分钟，沈继川给我回了电话，他明知故问，语气还带着几分促狭，好像自己是这件事的局外人。什么事情？可能是刚才在运动的缘故，我戴着耳机，耳边瞬间被他的喘气声包裹，我几乎是下意识调低了音量。营销号都传你是我男朋友，我支支吾吾，这事你到底管不管？毕竟本胡咖直播澄清无人在意，稍有不慎还可能会被人批成自作多情，这个风险还是让沈继川担着吧。我认认真真的在和沈继川讨论如何公关，他却心不在焉。你说营销号传我什么？我没听清。他漫不经心的回。我瞬间来气了，朝着话筒大喊，男朋友啊，男朋友，你能不能认真点？他这才恍然大悟，但依旧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这用解释？编排我的营销号这么多，我要是一个个解释过去，我忙得过来吗？他臭屁道。我沉默了。不愧是大明星，看惯了大风大浪，让我提心吊胆一整天的事情，在他眼里不过只是上不了台面的小打小闹。沈继川的经验比我多，一时间我也有些摇摆不定，怀疑是不是该听他的，将这件事冷处理更加妥当。我陷入了沉默。当时沈继川突如其来的反问了我一句，怎么有人骂你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抢过话头，算了，我已经看到你微博了。电话那头传来轻轻的叹气声，别多想了，这几天我会直播澄清这事的。他的语气难得温柔，也给我下了胃镇静剂。不过多疑如我，把事全权交给沈继川，这我还是不能放心，毕竟他从小就不靠谱。5岁时弄丢10块钱委屈大哭，沈继川攥着自己珍贵的零花钱塞到我手里笨拙安慰，
你别担心，你妈问起来就说钱摔地上碎成5元纸币和5个钢镚了。最后2个小豆丁被我妈狠狠批了。初中被班里的调皮男生骚扰告白，沈继川自告奋勇，逃课跨了半个市区跑到我的学校，装成我在校外谈的混混男友，说要给我撑腰。结果还没翻过我们学校半米高的围墙，就被教导主任逮住，双双请去办公室喝茶。最后2个初中生被我妈狠狠批了。高考后填报志愿，沈继川天天打听我填哪里的学校。我警惕地问他干嘛，他笑得痞气，说当然是不想和我在一起念书了。结果这小子填志愿不上心，最后还是去了同个学校。这回没被我妈批，我妈以一种极为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俩，笑得莫名其妙。于是这次我几乎是没有犹豫，一口笃定，你什么时候直播？我要盯着你说。他一脸讶异，这么不相信我？你跟我一起直播，那不就更解释不清了？我想了想，我躲在镜头外就行，你这人办事不靠谱，不亲自看着我不放心。他挑了挑眉，气定神闲道，行，你自己别闯祸就行。直播的时间很快就确定下来了，因为沈继川行程太多，前要进组拍戏，后又要无衔接去巴黎参加红毯，仔细算算，只有周3那天抽得出时间。那天我全副武装，老早就跑到他家候着。晚上10点，沈继川姗姗来迟，他被助理小黄搀扶着，脚下步伐虚浮，浑然一副醉鬼模样。我一脸愁容，怎么喝成这样？沈继川闻言抬头，相撞的眼神彼时显得有些迷离，酒精的后劲让他有些控制不住身体，一个趔趄，直挺挺地砸在了我的身上，滚烫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脖侧。我吃痛闷哼了一声，几瓶啊，喝成这样。助理小黄累得直喘气，伸出几根指头，两瓶。我讶异，白的。沈继川酒量见长啊，2瓶酒精类饮料，这也太菜了点。小黄摇摇头，沈哥平时很少喝酒，这次应酬人制片一直在劝，还说喝饮料替就行，谁知道这酒精饮料这么上头。我更慌了。那今天还直播吗？都预告过了，不能放粉丝鸽子。不过我看沈哥这酒品还行吧，不会做出什么冲动事。小黄试图将沈继川扶到椅子上，扯了半天没有扯动，2只手臂反倒紧紧缠上我的脖子。我尴尬地扯了扯笑。晚上11点，直播按时开始。要说顶流，不愧是顶流。镜头一开，观众鱼贯而入。沈继川清了清嗓子，游刃有余地打招呼热场，叫人丝毫看不出破绽。正当我偷偷松了口气，他开始已读乱回。网友，哥哥今天都做了什么呀？沈继川，做自己。网友，江城市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沈继川，不建议你吃蟑螂哈，他一点都不入口即化。网友，怎么感觉你今天颠颠的，有种平静的风感？风感。沈继川指了指自己，那你看看我有网感吗？网友，沈哥，你真的有女朋友了吗？沈继川，算是有一点吧。回完这条，还莫名其妙往我的方向瞥了一眼，时间仿佛忽然停滞了一般。随后，底下的评论栏开始疯狂滚动，有就有，有点是什么意思？往旁边瞥啥？旁边有谁啊？我也看到了，沈哥从一开始就时不时往旁边瞅，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这么说是坐实绯闻喽？神经 CPSD。我盯着直播里的评论留言，在镜头外急得如热锅蚂蚁，这怎么还越抹越黑了？面对刷屏的评论，沈继川倒是一脸淡定。既然说的是绯闻，那就证明是假的。我和周晶怡是好友关系，因2家结识那天一起聚餐而已。他气定神闲地撑着手臂，有条不紊地将当日事情原委解释清楚。正主亲自下场，打脸无良营销号，让本就捕风捉影的绯闻更加没了可信度。原本沸腾的评论区渐渐恢复了平静，果然还是川流不息更好磕。周晶怡和沈哥一看就没有 CP 感啊，绯闻该不会是周买的吧？毕竟他现在实在虎的。沈继川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我万万没想到，醉酒的沈继川居然这么话痨。我可没有喜欢他，从小他就喜欢和我作对，往我铅笔盒里塞假毛毛虫。小学的时候嘲笑我没他高，高中骗我要转学，害得我哭了整晚。他要是喜欢我，会这么欺负我吗？他红了眼眶，一脸爱妻。我越听越不对劲，心下一紧，却只能在镜头外朝他疯狂比划，有种太监逛青楼的无力感。别抖了大哥，底裤都要被你抖干净了。他却像是没看见似的，还在感慨，宿敌就是宿敌，是不可能。沈继川话还没说完，身旁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沈继川养了只猫，不知何时窜到了我的脚下，舔舐我的脚踝。我正沉浸在直播当中，脚下突如其来的凉意让我吓了一跳，一不小心我被桌角绊倒，一个滑铲，单膝下跪。我趴在地上和沈继川四目相对，我头皮一阵发麻，只能缩着头默默祈祷镜头拍不到我。没想到沈继川眼神一变，脸颊泛起红晕，他眼神迷离，实则语出惊人。你是在和我求婚吗？别问了，我愿意。听到这，我两眼一黑，悬着的心这下彻底死了。幸好助理小黄眼疾手快，切断了本场直播，这才没把这场直播推向高潮。我回过神来，撑着膝盖从地上爬了起来，咬牙切齿地瞪着沈继川。你瞎说什么东西呢？小黄也仰天长叹，天要亡我。只有沈继川依旧一副微醺的模样，他扒拉下桌上的易拉罐拉环，昂着头撒娇，给我戴上。小黄。当晚热搜头条变成井号沈继川，娱乐圈恨嫁第一人井号。不过万幸的是，摔倒时我没有闯入镜头，但这也同样给这场乌龙留下了十足的想象空间。虽然沈继川的工作室马上做出回应，称他是喝酒误事，但很显然网友们并不买账，两波 CP 粉吵得不可开交。一部分看不惯傅熙的人认为，如果是傅熙，一贯高调作风的他不会放过这次炒作机会。
少部分揪着沈继川说的有点不放，坚信沈继川私下玩得花。更有甚者，将沈继川的瞳孔100倍放大，从倒影中隐约猜测这是个短发女人。直播的短短30分钟，都快被盘出浆了。第二天下午，许久未见的经纪人难得上门拜访，他一副谄媚模样。金姨呀，咱休息了大半年，是时候开张了。我顿生警觉，竖起耳朵，居然还有通告找我。他挑了挑眉，摸了摸自己的啤酒肚，顺势坐下。别这么妄自菲薄嘛，这可是个大 IP。闻言，我探头朝他的手机界面看去，里头赫然印着2个熟悉的名字，顿时让我两眼一黑。沈继川、傅西。我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小心翼翼地问：可以不接吗？经纪人瞬间拉下脸，从沙发上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可以呀，但你好好回忆一下，这半年你给公司挣了多少钱？没等我张口，他迫不及待地替我回答：是0啊，0。周经怡，公司看你状态不好，给你放了大半年假，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吧？你哪怕稍微有点上进心呢？经纪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让我心虚地低下了头。去年公司给我接了档综艺，不幸的是，综艺里的另一位女嘉宾是平台热捧的新晋小花，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她的对照组。节目组的恶剪让我无端遭受了许多谩骂，恰逢当时母亲意外离世，更是让我的状态糟上加糟。综艺录制期间，我请了次假去给母亲主持葬礼，可这却被有心之人抓住了把柄，不仅给我母亲 P 遗照，甚至扬言我就是克死母亲的人，这让我险些患上心理疾病，只好暂时淡退，在家休息了大半年。早年父母离异，母亲去世后，我成了孤苦无依的一个人。一时之间，从小一起长大的沈继川倒成了我最亲近的人。他安慰人的方式还像从前那般青涩拙劣，一如小时候那碎成几瓣的10元纸币。他的安慰方式直白，但直击痛处。多亏了他的超能力，让停工大半年的我不至于因为财务问题捉襟见肘。虽然沈继川从没催过我还钱，但我也不好意思一直当老赖。于是我两眼一闭，咬着牙说：接，有钱干嘛不赚？经纪人顿时展颜，许是于心不忍，他好意安慰：你也别太担心，嘉宾又不止他们俩。我又燃起了希望，仰着头一脸期待地问：还有谁啊？经纪人眯着眼笑嘻嘻道：是陆江，你们4个一起录制为时2周的露营综艺。我两眼一黑，节目组，你这是还嫌不够乱吗？节目组为了抓住热度，节目的录制定在了1周之后。沈继川是我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陆江是我大学时代一起挑灯夜战的难兄难弟，两人我都还算熟人。唯有傅西，我对他的片面认知全然来源于网络。他的风评向来2极分化，讨厌他的人说他情商低，爱买热搜，为人矫揉造作；粉丝夸他敬业，演技好，有事业心。我俩本是8竿子打不着，现在因为一场乌龙，莫名被冠上微妙的关系。我害怕半年前的情形故伎重演，一想到这，我的心脏就因为应激反应而被攥得生疼。出发录制前收拾行李，我没有助理，一切都要亲自打点。沈继川在手机那头念叨：厚衣服带了没？听说露营的地方昼夜温差特别大，偷偷带点零食，别老实的啥都听节目组的。算了，我帮你带，你别操心了。还有，录制的时候不要紧张，一切有我。我收拾行李的手顿了顿，故作轻松。明明好像你比我更紧张，还有别的要交代的吗？沈继川垂下头，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对不起，上次直播是我醉酒说错了话，我有些于心不忍，毕竟这事也有我一半责任。算了，你之前又不是没有过绯闻，这不照样都过去了。他猛然抬头，一脸焦急。什么绯闻？我从不炒绯闻，我和傅西一直以来只是合作关系，你不要误会。节目为了让热度体现最大化，采取24小时直播的形式。就这样，我们一行人驶车来到国家西南城市的某处森林，脚刚落地，节目组就马不停蹄地宣布了第一个任务：4位嘉宾两分组，要在天黑前分别完成搭建帐篷和制作晚饭2项任务。至于如何分组，4位嘉宾分别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第一人选，双箭头的2位可以率先组成一队。我沉默了，这是刚来就要搞事情啊！评论条开始滚动。刚刚傅西下意识看了眼沈继川，过期糖又让我磕到了。西西独美，这种词境烂事我们不约。这么高的海拔都还没适应，居然就让几个明星开始干体力活。最后我为了避嫌，在纸条上写了陆江的名字。沈继川和我想的一样，也选择了陆江。陆江显然没想到自己这么受欢迎，他愣了愣，慢慢展开自己的纸条，上面赫然写着都行。最离谱的是傅西，他居然写了我的名字，甚至在末尾俏皮地加了个爱心。节目组和网友都被他的操作震惊了。4角虐恋既然都乱成一锅粥了，那个位乐子人就趁热吃吧。陆江内心 OS： 我水灵灵地站在中间，周围是一群乱炒 CP 的可怕大哥大姐。陆江，在炒 CP 这件事上，我也要当倒数第一吗？既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那就只能让所有人都不满意。最后我和傅西一组，负责搭建帐篷；沈继川和陆江一组，负责制作晚餐。我 CPU 都快烧干了，也没反应过来傅西到底为什么选我。倒是他率先凑了上来，他一脸苦恼：怎么办啊？我是露营小白，完全不会搭帐篷。我闻声转头，一张精致小巧的脸陡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吓了一跳，磕磕绊绊道：我来吧，我之前露营过几次。闻言，他笑得弯起漂亮的眼眸，一脸崇拜：太好了，你好厉害哦。我有些害羞地挠了挠头，还好吧，人总得有些会的东西。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他一边帮我打下手，一边不停地对我花式夸赞，让我越干越起劲，很难不让人怀疑他精通儿童心理学的精髓。网友也隐隐察觉出不对劲，他俩不应该是情敌剧本吗？怎么局里局气的？故乡的百合花开了，做
帐篷搭得差不多了，外面晚餐也准备好了。偌大的野餐桌上，几道菜泾渭分明。左边，陆江正在游刃有余的烤肉，块块牛排色泽诱人，拌好的意大利面香气扑鼻，旁边还倒好了红酒，更增添了几分氛围感。右边，沈继川被滚滚浓烟呛得狂沸不止，出炉的白米饭焦得只剩下锅巴，熬好的咖喱糊成难以名状的模样，只剩下一盘还算姣好的蔬菜沙拉，孤零零地待在角落。网友们倒是并不意外，我是陆江粉丝，我们都希望哥别演希腊，我们眼睛了，当个美食博主挺好。但凡把心思花在提升演技上一点，也不至于当主角还被公共抢戏。4张嘴烧了一桌菜，还全是主食。我不得不说，沈继川总是有些莫名其妙的胜负欲。我们只好招呼工作人员一起品尝。很快，大家东一张嘴西一筷子，陆江准备的几道菜被瓜分了大半。沈继川第一次体会到不受欢迎是种什么滋味。我们落座后，傅熙态度热络：“金姨，你刚刚搭帐篷出了太多力了，赶紧补点能量。”说罢，给我夹了一大块肉。我受宠若惊，双手捧碗接下。沈继川的面色逐渐不佳，终于在傅熙又一次将陆江烤好的肉放到我碗里时，他伸出手臂隔开了我们。他语气淡淡：“他不爱吃这些。”一直埋头苦吃的陆江如听警钟，猛地抬头：“周金姨，是我做的不好吃？之前大学排练结束，我们不是经常一起去小吃街聚餐吗？”不等我回答，沈继川长手一伸，将被挤到角落的沙拉和米饭摆到我面前，一脸嘚瑟：“这才是他爱吃的。”陆江尬笑两声，一脸怀疑：“真的假的？”傅熙脱口而出：“烧的什么东西？你自己都不吃好吧？”我弱弱举手：“他说的其实没错，从小我的口味就很独特，番茄酱蘸饺子，冰淇淋配彩椒，常人无法接受的味道，我吃得津津有味。”见我真的能面无表情地咽下沈继川做的饭菜，傅熙和陆江的神情明显裂开了。沈继川一脸骄傲，像只昂首阔步的花孔雀。网友辣评：青梅竹马就是好磕，没有今夕 CP 好磕，刚刚傅熙还给周金怡擦嘴呢。沈继川，离开他谁还把你当小孩？陆江，你真的不考虑去当厨子吗？骂你演技烂的时候都没见你这么难过。天选留子圣体，能不能和我换换？鉴于第一天舟车劳顿，吃完晚饭录制就结束了，简单洗漱后我们躺进帐篷，我和傅熙一顶，陆江和沈继川一顶。冬天的天黑得很早，外面冷风呼呼，山里又没有信号。百无聊赖之际，我还是向傅熙提出了白日的疑问：为什么要选我和你一组啊？毕竟开播前网上传得沸沸扬扬，我之前的风评也不好，他就不怕一个不小心惹得一身腥吗？还是说，之前那档综艺那位新晋小花也总爱和我搭配？经历过那场网爆后，我总有些后怕。黑暗里，我隐约看见傅熙累得打了个哈欠。炒 CP 啊，我红了这么久，观众爱看什么我最清楚了。他的语调不如镜头下欢快，带着一丝冷意。情敌变情人，这才是节目的卖点啊！现代女 CP 可吃香了。我没想到傅熙如此直白，正想惊呼，一想到隔墙有耳，又压低了嗓音。所以你不喜欢沈继川？那之前的照片，他一脸坦然地夺过话头。他是什么人民币吗？我非得喜欢他？我问过经纪人，沈继川当时并没有女朋友。我们的剧播出后，我俩角色的 CP 超话一直稳居榜一，可事实上沈继川一跃飞升，我却依旧接不到工作。女演员的路向来比男演员要难走，要是性转一下，以我的能力，一定比他还要红。所以我蹭下他的热度，应该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吧？我埋头思索，好像和傅熙炒 CP 还挺愉悦，更何况我似乎才是那个蹭热度的人。傅熙似是想到了什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话锋一转：我是爱蹭热度，但也不是毫无原则。就比如我怀疑沈继川似乎有了喜欢的人。他话还没说完，突然有人敲了敲我们的帐篷，我拉开一条缝，沈继川被风吹乱的碎发、剑眉、双眸、冻红的鼻子、嘴唇，渐渐一点点地完整展露在我的眼前。那瞬间，我的心跳仿佛漏跳了一拍。他不自然地别开脸，吸了吸鼻子。凑巧多带的暖水袋，你俩一起用吧。他胡乱塞到我的怀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扬长而去。5分钟后，沈继川又直直地立在帐篷外。这儿晚上没路灯，你们到时候想去卫生间不方便。你有手电筒吗？我挑了挑眉，将手电筒从枕头下掏出。节目组不是统一发了。他挠了挠头，讪讪一笑。我看你晚上没咋喝水，我给你放保温杯里热水。枕头要不要换一下？我那可是助眠的，怕你低血糖的毛病又犯，我偷偷藏了零食，你可别被节目组发现了。沈继川来回走了5、6趟。最后傅熙忍无可忍：沈继川，你属仓鼠的，啥都往这搬。他小声嘟囔：操心的命吗？当晚我挤在被塞得满满的小帐篷里，睡得香甜，一睡到天明。第二天一早，我们收拾了营地，背上行李整装待发。我们需要在5时前徒步到下一个露营点。一路上单纯徒步，节目录出来多少有些乏味。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一处古塔。节目组示意我们停下短暂休息。附近树木层峦叠嶂，古塔顶部竟长出了参天大树，令人叹为观止。导演告诉我们，这座塔叫做西字塔坠，相传光绪年间石塔被雷击中，形成塔树共生的奇观，据说许愿非常灵。闻言，我、傅熙还有陆江默契的双手合十。我希望自己永远喜欢自己，不因别人的反应惶恐不安，不因外界的评价自我否定。傅熙希望自己牢牢抓住机遇，新的一年用心作品。陆江希望导演组今晚能大发慈悲送我只鸡。我想吃烤鸡很久了。只有沈继川孤零零地站在外围。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不许愿，他冷哼一声：哼，我不相信迷信。大家在原地休整了10余分钟，准备再次出发时，我余光瞥见了人群中的沈继川。彼时他闭着双眼，光影打在他的脸上，显得更为虔诚。
我悄悄走近，揶揄道：“哦。”有人口是心非，他吓了一跳，瞬间炸毛，下意识捂住了我的嘴。我扯开他的手：“某人不是说不相信迷信吗？说你刚刚是不是在许愿？许的什么？”他涨红了脸：“你别问了，这是秘密。”不过他越是遮掩，我就越是好奇。到达露营地后，节目组还真好心的给我们投喂了一只鸡。陆江感动得痛哭流涕，手里切洋葱的力度都重了几分。陆江在做饭，傅西怕尖嘴生物。沈继川，不提也罢。于是我拎着鸡去河边给他洗刷刷。小溪流水潺潺，和风吹过，我惬意地坐在石墩子上，认真给它除毛。就在这时，远处隐隐传来一阵骚动，骚动由远及近，渐渐的，大地开始有规律地传来震动，附近的石块滚动到我的脚边，四面都是人群的尖叫声，还有，我侧耳聆听，一声声尖锐的报鸣冲破天际，不好，是野生象群！我拎着鸡拔腿就跑，可似乎为时已晚，许是人声嘈杂，受惊的象群胡乱逃窜，径直朝着开阔空旷的溪边冲过来，数量太多，一时间我似乎无路可退。虽然节目录制前我们就被预告过这段日子正好是野象迁徙的时间，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在观象台近距离接触象群，可我也没妄想是这么近的距离呀，而且只有我孤身一人。我远远地看见一头母象似乎锁定了我，它的身旁依偎着一只受伤的幼崽，彼时的它看起来似乎不太好惹，以惊人的速度朝我的方向跑来。我像只无头苍蝇，用平生最快的速度冲进森林，一步也不敢回头。等到象群撕裂的吼声离我愈行愈远时，我才后知后觉自己已经踏入了一个未知的无人区。还没体味到劫后余生的庆幸，我又陷入了无尽的恐惧。在第10次看见自己出发前在树上画下的记号时，我彻底陷入了崩溃。太阳渐渐西下，等到这片大地完全陷入黑暗，不仅会使人彻底迷失方向，极大的昼夜温差更可能让人体温度失衡。我将手往单薄的外套里又缩了缩，天色又暗了几分，周围时不时传来扣扣脆脆的声音。听说这片森林生活着不少昼伏夜出的动物，我提心吊胆地往前小步挪动着，直到远处闪过一个黑影，我的心理防线被瞬间击溃，吓得尖叫出声。最后直接将我没想到这个黑影反倒越靠越近扑倒，我陷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我吸了吸鼻涕，有些难以置信。沈继川，他没应答，劲同的双手将我搂得更紧了，脖子处滴落了几分潮湿。我被他的这副情形吓得不敢动弹。今日下午，野生象群突然改变了迁徙线路，进入人类的露营地。等到节目组紧急撤离清点人数时，大家才发现我迟迟未归，他们赶紧通知了救援队进行搜救，让几位嘉宾原地待命。可沈继川不听劝，坚持一起进山。我的身上携带定位，他们马上就能找到我们的。他安慰我说罢，脱下自己身上的冲锋衣，打算给我穿上。我急了：“你不冷吗？你里面穿的比我还少。”他熟视无睹，我见拗不过他，试探问：“那要不你贴我近点，毕竟保命要紧。”沈继川给我整理衣袖的双手顿住了，片刻后，一只同样冰冷的手紧紧圈住了我。我有点想问取暖需要十指相扣吗？但我没有开口，心里反而升起了一丝雀跃。在这片未知的领域，多待1秒都是危险。于是我问：“你还记得回去的路吗？要不我们试着回去，哪怕离大部队多进一步都是好的。”他的脸色有些勉强，这才不得已向我袒露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把脚扭了。我闻言一惊，蹲下身查看，这才发觉他的右边脚踝肿胀得吓人，裤子也磨破了，膝盖血肉模糊。我懊恼不已，鼻子一阵阵地发酸，都怪我当时不够冷静，不仅浪费救援人力，还害得你。黑夜里，我的情绪被无限放大。见我落泪，沈继川有些手足无措：“你又胡思乱想什么？明明是那个许愿塔，一点都不灵。”我有些茫然地扬起头：“你说什么？”他呼吸一滞，眼神躲闪。我不依不饶地盯着他，许是察觉到我灼热的目光，沈继川缴械投降。他说他对着古塔许了3个愿望：祝周京怡平安无虞，祝周京怡前程似锦，祝……他顿了顿，第3个愿望始终没有说出口。我前1秒刚许完愿望，后1秒咱们就遭到意外，我就说这些迷信不可信。他扯开了话题，我们其他3个嘉宾对着古塔许愿，不过是想给节目组多些录制素材，没想到当时我们当中最虔诚的那个人居然是沈继川。我莫名有些想笑，不过还是很惊讶，你居然这么好心，还帮我许愿。不过都说心诚则灵，一定是你愿望许太多了，又疑神疑鬼，所以许愿塔才没有搭理你。他彻底破防。之前你被黑得特别惨的时候，我特意找了圈里有名的风水大师给你去水逆，他要什么我给什么，就差3叩9拜了。结果呢，还没花钱反黑有用。沈继川嘴巴气鼓鼓的，一股脑将自己的小秘密全抖了出来。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这些事他从未对我提起过。良久，我张了张嘴巴，结结巴巴地问：“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像只颓然的小兽，自嘲般地笑了笑，眼睛湿润。刚才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告诉你。第3个愿望是希望周京怡不再踽踽独行，但许完之后发现自己挺装的，如同过去的20多年那般，装大度，装坦然，装无所谓。如果今后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不是我，那我会嫉妒到发疯。周京怡，我喜欢你。他的眼神在告诉我，他在期待我的回应，可我却像是哑了一般，如在吼。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道道亮光，是救援队找到我们了。我们的谈话被迫中断，在专业人员的护送之下，回到了露营地。我和沈继川从救援队的皮卡下来后，大家齐刷刷地围了上来，对我嘘寒问暖。傅西红了眼眶，吓死我们了，还以为你真出意外了。陆江小声问我，那只鸡有没有跟着你安全出逃？只不过欣喜之余，大家的脸上还挂着几分难以言喻的尴尬。
傅西吸了吸鼻涕，剜了沈继川一眼。嫉妒哥，现在全国观众都知道你喜欢我们京姨了。导演拍了拍沈继川的肩，没想到你小子说情话还一套一套的，下次我有恋综也找你。我和沈继川异口同声的呀，了一句。录音师告诉我们，你俩谁的话筒没摘？沈继川率先反应了过来，将手伸进我身上的冲锋衣口袋，里头赫然躺着一个麦克风。之前走的时候太匆忙，随手把麦摘下来就。有人趁机打趣，你瞎摸什么呢？任小周可还没答应你的告白呢。沈继川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大家哄堂大笑，直播中的评论也在疯狂滚动。神经 CP 虽然开局神神颠颠，没想到居然是纯爱，青梅竹马就是好磕。要是能抱得美人归，沈哥别说是牛角了，就是在泥潭里再滚2圈也得乐死。沈继川的脸渐渐红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向来游刃有余的沈继川脸上流露出手足无措的神情。我转头问导演，现在的节目是恢复正常录制了吗？在得到导演肯定的回应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心跳却愈发狂跳不止。我想我从没这么勇敢过。我盯着同样紧张的沈继川，当着在场所有人和直播间的全部观众的面，一字一句道：我也喜欢你。当晚直播间直接瘫痪。节目录制结束后，我和沈继川正式确认了关系。因为这档节目，曾经不喜欢我的人都称对我有所改观，我的风评好了不少，曝光量的增加让我渐渐地接到了一些工作，我的生活开始回到正轨。虽然大部分网友表示支持态度，但网络毕竟是个言论自由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难免会遇到持不同态度的人群。有一天，井号沈继川掉马井号这个词条登上了热搜，点进去一看，是沈继川在机场登机口的一张路透图。沈继川正神情专注地盯着手机，网友的高倍摄像机刚好抓拍到了手机界面，一条只有我觉得周金怡配不上沈继川吗的帖子下，用户周周是我女神正在输入。放屁，沈继川有什么好的？是他高攀了周金怡。路透图发出来的时候，沈继川正在前往意大利的航班上，他不知道999加的网友在他下面齐刷刷跟评。沈继川，请上大号说话。番外，小沈日记，男人在每个月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尤其是做完某些特定的事件后，总会陷入无限的空虚当中。我一遍又一遍执拗地审问周金怡，你到底爱不爱我？在得到肯定答案后，依旧不依不饶。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原本只是想撒个娇，耍个赖，没想到周金怡回答的认真。2年前吧。我顿时鲤鱼打挺，摇醒身上昏昏欲睡的周金怡。这么久？那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呢？他想了想，不敢啊。昔日玩伴变成耀眼瞩目的大明星，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我如鲠在喉，胸口阵阵酸涩，因为我的不勇敢，我们居然错过了这么多时光。从小到大，周金怡喜欢过许多人，她的心像榴莲，每个尖尖上都站满了人。她喜欢过温文儒雅的书法老师，带她疯玩的学长，还有那个一天到晚只知道吃饭的陆江。她就像《武林外传》的祝无双，见一个爱一个，但来得快，去得也快，满腔爱意，迟迟不敢对她说。我怕她见异思迁，我怕她始乱终弃，但我更怕她亲口告诉我，对我一丁点喜欢都未曾有过。终于在一次家庭聚餐后，我酒壮怂人胆，在社交平台隐晦地发了张她的照片，所有人都在讨论照片中的女孩是不是我的女友，只有她脑回路清奇，骂我是不是有病。她说我是耀眼瞩目的大明星，可那天我犹豫不决，驻足不前，最后只敢吻上她的影子。全文完。